这是一座令人匪夷所思的空陵。陵墓中不仅有着大量太监的墓碑、身份尊贵亲王的龙头碑，还有着西方耶稣天使的雕塑。那么，这座奇怪陵墓的主人究竟是谁？2008年初，抚顺市东郊的大伙房水库因缺水而水位下降，一时间，一大片的水库淤泥露出了水面，同时露出的还有一些残缺的建筑物，而正是这些长期浸泡在水中的残垣断壁，为人们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。这座陵园规模宏大，可是，在坟冢上却没有墓主人的名姓。另外，在陵园中有着大量的石刻，它们都被随意摆放在陵园东侧的草地上，有些还杂乱地堆积在一起。其中的有一部分石刻上刻着文字，有的清晰可辨，有的却损坏严重。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些石碑上所刻的内容，全都是与墓志铭有关的。其中一个青石碑的碑首刻着“黄明”二字。据碑文的内容得知，这块墓碑的主人是一位姓窦名忠、字小泉的太监。他生于明朝嘉靖41年，卒于太昌元年。生前为瑞王府掌管王府事务的大太监，也曾是皇宫御马监的太监。而瑞府则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武书的王府。始终没立起来。它这边还有3个碑。这个碑，在这块石碑的右侧，同样也是一位太监的墓碑。虽然有一部分字迹已经模糊不清，但经过我们仔细辨认，可以看出，这是明朝嘉靖年间锦衣卫的一名官员张琦为叔父某太监所立的。除了这些依稀可以辨出主人身份的石碑外，有很大一部分石碑已是残缺不全，或者被铲去了文字。但根据石碑的外形或者部分文字，依旧可以断定它们是太监的墓碑。而且，有的墓碑还表明它的主人在生前十分得宠，甚至得到皇帝亲赐蟒衣玉带的奖励。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监的墓碑聚集于此呢？难道这里是明朝太监的墓葬集中地吗？北京市石刻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卫东，在得知陵园内有数量惊人的石刻后，立即赶到了这里。但在他查看完一部分石刻后，却在一块损坏的石碑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。它是个碑哈，咱们确定了，而且是碑的左下角。碑的左下角，因为它这等于这落款的部分，是吧？然后这是碑的那框，你看这框，这是下框。下框有4框嘛，这是下框。下框你看有2龙戏珠，这个龙呢，你明显看它是4爪的。所以在我们看来呢，它是龙，实际过去人叫蟒。在清代的这个标准里头规定的时候，就是5爪龙4爪蟒嘛。所以这种4爪蟒呢，应该是跟王爷的关系很紧的，有可能就是王爷墓的东西，王爷的碑。虽然石碑已经破损，但是上面雕刻的双龙戏珠却依旧显示出其主人身份的尊贵。而除了这块雕刻有双龙戏珠的石碑外，刘卫东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同样属于皇家用途的石刻。这些石刻上面同样雕刻有龙，而且还是5爪的。这说明，原本这些石刻应该是属于皇家建筑上的。这样的结果就让人十分疑惑：为什么
身份地位反差如此悬殊的两种石刻，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呢？那刘老师，您是说我们现在脚下所站的这个可能是这种寺庙的原来是塔的基座，塔的基座，塔或者床，经床或者塔这种基座，这种八角形的嘛。哦，八角形的。那个应该这俩是跟它一样的。一样的哈。这可能是在一个庙里就2个塔。前面这个也是这个寺庙。也是塔的束腰部分，或者是塔的这个腹，塔的这个中心部分。对，享堂这一类的，它不是。根据调查，刘卫东发现，这些石刻并非都是来源自太监或者王爷的陵寝，有的石刻原本是属于佛教寺庙的基座，有的还是牌坊的房顶，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呢，和我所能见到的东北地区的这些其他的石刻呀，甭管是陵墓啊，还有建筑上的石刻去比呢，的确是不具备东北地区的，或者是外方外省的地区的这石刻的特点。那么的确它具备的是皇家的这种气概。这些石刻呢，大部分都是从北京过去的。